这房子是之前我爸买来养老的，在景区里面，周围郁郁葱葱。不过这房子多少有点老旧，破旧的小院，朴实无华的小2层楼。1楼有个卧室，没了。厨房还挺大，但是很乱。这边还有个杂物间，没警察。这厨房真是。一共有2台麻将桌。2楼的卧室还大点，不过之前住客的杂物都还在。这要是当婚房，谁能嫁给我呀？我妈给了我一座3间别墅，说是用来当我的婚房。不过，与其说是别墅，我更愿意叫它。这不农家乐吗？装修陈旧，还有很多之前房客留下的东西。这样，改成真联系之前的房客，把东西收拾一下。晚上拆了一些柜子。这玩意儿老沉了，我这岁数大了，扔不起。还是术业有专攻，这冰箱大水，一个也就炕上了。然后就是大清扫，垃圾真是不少。所以我决定拿出我经历了一整天搬清和打扫之后，终于可以开始正式改造了。先去采购材料，选购地暖管道，瓷砖也安排上。热库勒价格整理补体。入场。由于停车场在2楼，司机卸下来就跑了，所以这一大摊子水泥和沙子只能自己手把手的运下去。然后就是和水泥，小时候看着老有意思了，终于自己能尝试一把。与此同时，拆墙的工人也到位了，大锤、电钻一起动手，整个一个沙尘暴现场。卧室的炕也拆掉了，这个烟道也得堵住。我承认我是菜鸡，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吧。到这边石膏板不够了，刚准备出门去买，让我大爷拦下来了。他说他能搞定。哎，还真成了。石膏板、PCC 板，窗户也入场安装。效果不错。然后就开始铺地暖，要先铺一层隔热板，是铺反射膜。由于地面打不动孔，所以只能加一层地网，把地暖管缠到地网上固定。最后还要铺一层沙子找平。下大雨了，顶着大雨也得干。
经过了一整天的努力，屋里成了这样。不仅装修材料很贵，人工也很。要不是我爸他们过来支援，我这点小金库可真不够看的。地暖铺完后，今天开始铺瓷砖。铺瓷砖可是个技术活，没个10年8年的经验整不了。看我大爷他们弄的也不难啊，我也试试。铺平，盖上，成了。不过胶泥浆暂时还整不了。忙活了一天，可算是给瓷砖铺完了。这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收拾啊！革命尚未成功，咱们还是继续努力吧。找了2位来做木板的。明天就开始改造卧室了。今天我决定把住的地方搞一个，但是光刷漆就给我难住了。节约成本，最近我一直住在2楼的卧室里。惨不忍睹。卧室的墙选个颜色，我想要一种，最后用浅灰色加了点黄色。老板说这颜色叫太空漫步，整得还挺文艺。卧室的门也很旧了，安排更新的。其他门也顺便裁掉。先收拾下卫生。铺上保护层，为刷漆做准备。
边缘还要找专业师傅来做。明天开始。没办法，只能让师傅重新刷一遍，顺便把小卧室的漆也刷了。好多修补的地方。确实不太一样，不过留下的垃圾还得自己收拾。地板多少都沾了点漆，全都得铲。刷漆就算是完毕，就用这种方管，强迫症看着贼舒服，直接就地画图纸。但是这家切割不了，再看看别家。材质很多，我选择了铁的，因为价格便宜，算下来才200多。找到了焊工师傅聊了聊，师傅说虽然没做过，但是难度不大，工费和材料费一样，算下来总共才500，正好去附近的家具市场再买点东西。先挑个床头板，选了个深灰色木纹的，再来选个卧室灯，样式可真多。灯就选了个简单的吸顶灯，顺便买了悬浮床需要的灵魂灯条。门的选择也很多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，架子也都挺好看。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就它了，这不赖。顺便把踢脚线也买了。回家先把灯装上。由于灯和房顶的距离非常短，家里又没有梯子，就看不到上面的情况，只能叫朋友过来帮忙，让他帮我拖住，我把线接上，再把灯卡上去。啥也看不见，只能凭感觉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个灯装了半个多小时了，还不错哦。料已经到位，正式开焊。先切割方管。捏圆做4次直大爷直接手动磨脚，牛逼！这边师傅切割着，那边就开始焊了。床是1.8米乘2米的，
由于家里铺地暖的时候地面变高了几公分，导致床不能从大门运出去，所以只能做成2半，中间装上荷叶，运回去之后再固定住。这一半就做好了，然后师傅会比照着做另一半，确保尺寸一致。这大哥穿着凉鞋就开干了，火星子直往脚上窜。我问大哥你不疼吗？大哥说谁疼谁知道，然后去旁边默默的洗。电焊可是个技术活，之前我还想着自己上手来着，过来看了一会儿，直接给我劝退了。该说不说的，焊工师傅小面罩一戴，真是带判。用了2个多小时，床就焊好了，漂亮，支撑性也没问题。这打4个眼，最后固定到墙上，它就稳定。花了几百块做的悬浮床。我现在超级期待它放在卧室里的效果，和我想象的差太多。床由于大门进不来，只能做成2半，方便运输。到家把荷叶装好，床体就组装好了。不过床体是金属的，容易磕伤，所以我准备自己再做个包边，先用万能胶把海绵粘住。再用黑色的皮革在外面包一层，再拿订书钉钉住。不过为了保险，还是用针线再固定一下。手法粗糙，但效果不错。包边就做好了，现在把床头板钉好眼。正好板子剩了点材料，夹在床头板和墙中间，给灯带留好位置。把卫生收拾一下。把卫生收拾好以后，先铺一层地毯。地毯有点皱，过2天晕晕。把整个床固定好。搞定，床体没有问题，很结实。新买的床垫子到了，一会儿再装，先把灯带装上。不过装完后觉得不好看，灯带不加灯罩的话，灯光会不均匀，所以又去买了灯槽和灯罩，重新安装一下。而圆滚滚的包边又装不上灯槽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全拆了。钉的时候多爽，拆的时候就多难。这次做成直角边的。旁边躺了半天的床垫子终于能铺上了，我头一次知道床垫子竟然能这么沉。怎么跟个凉席似的？哦，哇，有点东西。
不过我这床下边空有点大，不仅床垫的四角陷下去，后期可能还会留下印子。没办法，再整张床板子吧。板子不贵，就是搬床垫子真心累呀。正好安门的师傅来了，把我之前买的新门安排上。先装门框，打上胶，装好门，封边铐钉。效果不错。自己把踢脚线装上。由于不可抗力因素，最近快递进不来，所以床品什么的还没到，只能先把手头有的东西先摆上。之前买的大绿植放在角落，也不知道叫啥名，就觉得挺好看。小绿植放在窗台上，吸吸甲醛。这边放个小帐篷给小猫，地毯铺上，质感还不错。懒人沙发还有个小脚垫，先放到边上，看看成果吧。如果你问我装修最解压的事情是什么？拆墙留下了很多痕迹，今天我准备自己补修一下，先把石膏粉调好，然后一通刷。说实话，看着就不太靠谱，不过慢慢的好像有点意思。还不错，挺平整的。这是之前拆炕留下的烟灰。这儿给它涂厚的，盖得死死的。此时年轻六，他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请了入行几百年的老师傅才知道，原来我这面墙需要先贴一层锡箔纸，因为灰太厚了，压不住。看来不是我技术不行，只是情况太复杂了。要用上专业设备，墙面找平那叫一个简单高效啊！过程看着还是挺解压的。第一遍找平完毕，让它干了，再刷一遍腻子。刮腻子的师傅来了，这手法看得我真惨。腻子刷完过2天再来打磨平整，这出师不利呀。不过师傅看来也是有点电工底子，2、3下就装好。欢迎光临沙尘暴现场。最终就是这样了。墙面翻新以后，终于见他火力十足。这是在喷乳胶漆，之前的腻子补好以后，今天最后喷一层乳胶漆，墙面就完事儿了。你可能没见过喷乳胶漆，它的好处就是速度快、均匀还便宜。我这全屋2、3个小时就能喷好，并且十分光滑。但是缺点就是可能少一些质感，滚筒刷的话会有一些颗粒感，这个就看个人喜好。我选择喷的方式，是为了方便我以后对墙面进行各种改装骚操作，效果非常不错。久了，不仅好几个灯泡不亮，里里外外还都是土。我准备给它改造翻新一波，先给它清洗干净。这老灯真是有年头了，这也太脏了。第2步，刷一层白乳胶。
再贴一层卫生纸。记得把纸撕成薄薄的一层。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半个小时。如此重复，等它干了再加一层。要先把多余的纸撕掉。记得等它干了再加下一层哦。又度过了愉快的半个小时。表面做点层层娃娃，更有月球的质感。一共贴了6层纸，等它晾干就可以装回去了。把战场收拾一下，保护的地膜卷起来，先扔到楼下，再统一做处理。把灯装好以后，来看看效果吧。感觉还不错，这一下又省了上千块。哇塞，我的房顶漏水了，地毯、墙面全都完蛋了。第二天起来一看，下了一晚上雨，这可能是我房盖。我车也被砸了。我去，雨刮直接砸断，车前盖也有好几个大坑，房盖整个掀飞，落在旁边了。还有比我更惨的吗？在房顶站了半个多小时，才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不过邻居好像比我还惨，连一个邻居都快出不来了，赶紧找了师傅过来处理这房盖。这一大块属实不好整，和师傅研究了好久。车都砸坏了。从里边看是这样。这路堵得严严实实，一点点拆吧，毕竟是咱家的房盖，得给人家负责。最难弄的就是它了，用绳子拉都拉不动，只能一点点切开。好几个人拆了几个小时，终于是给它清理干净。回头看看我这光秃秃的房顶，心里很是难受，好几块都漏水了。进屋一看，次卧、客厅、楼梯间也全完蛋了，我还得继续。第二天联系师傅做个新房盖，因为之前做的是木头支架，时间久了不结实，这次直接做钢的，给它死死的焊在房顶上。这比我做全副堂用的料可多了，看着就结实，安心。表面粘一层泡沫板保温。旧的房盖肯定是用不了，也整一层新的，一块一块搭起来，再给它钉到支架上。把边缘裁成斜边，用4个三角形拼起来，中间再钉上横梁。不仅为了美观，这样也更结实。新房盖比我现在对房盖的要求，只要安全、实用就可以了。我们总说磨难和失败是生活的常态，所以笑着面对吧。总看到这种，今天挑战一下，看了好几个教程，感觉没什么难度。这块板买的是2.25乘以45的，花了240块钱，还挺贵的。除了亚克力板，必备的还有这个热空枪。吹风机不行啊，那玩意儿火力不够。第一步，先在想折弯的地方画上线。其实只要2个腿的尺寸相好，中间自由发挥空间还是挺大的。画好之后就正式吹，按照画好的线来回吹，边吹边折，不能太着急，而且一定要记得下面垫点东西，不然会烧焦地板。大概10分钟就折好了，折的时候一定要慢慢，不然这个小地方太裂。这个刚折完的时候很烫，以后会给它美。差不多完事儿了，咱把这个线给它擦擦啊！这
这咋还做成摇摇椅了呢？下边再吹2个弯，感觉能好一点。应该是我亚克力板太薄了，大家做的话一定要选择10毫米厚的。虽然有点小瑕疵，但是颜值嗷嗷扛大。好几层的原因，卧室的墙面竟然没坏，不过地毯可遭了殃，没办法，拆吧。由于我做的悬浮床，整张床是钉在墙上的，同时下面也紧紧压着地毯，所以我想换地毯就必须全部拆，顺手把床头板多出来的这块拆掉，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新买的地毯也到了，齁沉，孤军奋战，只能一点点挪动。卫生打扫干净。新地毯的质量倒是比之前的好，明显厚实多了，铺上去也没有褶子。不过自己真的是干不动了，重金请来我的好哥们儿帮忙。东西都搬出去以后，把地毯铺好，然后就是装回我的悬浮床，一回生二回熟。之前自己装过一次，这次弄起来就简单多了。不过我可不想再有下一次了，床板、床垫子也归位。这次把之前没装的窗帘也安排上。我选了一个超薄轨，一个螺马杆，超薄轨基本看不到轨道。在小窗户这里放上轻薄的白色窗帘。我这选择困难症上来了，选长的呢还是短的呢？大窗户就用螺马杆，老板杆子给长了，懒得去换了，直接自己裁掉，装好2头就可以把杆子卡上了。大窗户我选择了遮光的厚窗帘，灰色带点橙色，显得不那么单调。最近东北又降温了，给床垫子再加上褥子，暖和。接下来给你们展示个套被套小窍门，把被子平铺在床上，被套翻到那面，铺在被子上，卷起来，然后捏住2个角，抖3抖，完事儿。这堆乱七八糟的是我新买的落地灯，组装的过程还挺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和房间搭不搭，把其他家具都放回来，就基本完活了。成就感满满，嘎嘎板正。小别墅的楼梯间空了很久，最近想把它做成工作选择区。楼梯下面准备放一个柜子。第一步量尺寸，一定要量精细。简单的画了一下图纸，算了一下所需的材料，出发去采购。这个呢180，比市场价贵太高。后来终于找到一家价格实惠的店，采购了3块深色的板子做柜底，1块浅色的板子用来做柜门。为了能省下上千块的工费，这次我准备自己动手做柜子。先找到能做裁切的厂子，和老板确认裁切尺寸。我拿出之前量好的尺寸，不一会儿，老板就做出3D 渲染图出来，这效果简单明了。我甚至都想好它放在房间里的样子。开料机按照图纸进行自动切割，不一会儿一张板子就完成了，上面还精准地打上了螺丝口。裁切完成之后，再进行封边美化。至此一切很顺利，可问题就出现在了板子加工好之后。先是由于背板过长，我车子放不下，只能找大车运回去。板子卸下来，先按组装位置分好，然后兴致冲冲地开始了我的组装。不过装了没一会儿，我就发现了问题，背板的角没裁，导致这里是放不进去的。现在再拉回去裁，又是100块的车费，还不如自己想办法裁掉。还好邻居家有个木锯，裁这一个角还是绰绰有余的，把它当做一个小插曲。工作继续，把上面几层也用螺丝安装好，组装起来还是很简单的。直到我快装好的时候，我发现板子侧面没给我打口，不过还好手动打口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把它当做第2个小插曲吧。这块板子装好，柜子就大致完成了。但是插曲又出现了，这个角落还是高出来一截，这个插曲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办法再裁掉一段。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，以为裁掉这一块就可以放进去，直到我发现每个角都进不去。此时的我面临崩溃，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难道是厂子裁的尺寸有问题，还是孔没打准呢？直到我想起了我的图纸，竟然是因为我少算了一个板子的厚度，导致整个柜体高了2公分，此只能把底部的踢脚线拆掉，让出几公分的高度，这柜子才能放进去。所以奉劝大家，自己做柜子的时候，尺寸一定要量清楚，算得准确，千万不要忘了板子的厚度。裁好重装以后，我这命运多舛的柜子终于放进去了，把之前准备的柜门再安上，柜子就真正的做好了。
接下来把我买的升降桌拉过来。平时总久坐，浑身都不太舒服，这次安排了个升降桌，坐累了可以把桌子升起来办公。它升降时安静又稳定，颜值还贼高。再配合这个运动座椅，坐着的时候还能动动腿。妈妈再也不担心我久坐不适了，这个挺完美的，没翻车，效果依旧嘎嘎摆着。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帮到大家避雷，少走弯路。客厅我想了很久，决定把它改造成一个小客厅以及猫咪的活动区。先去买点材料，左侧墙面准备做成猫墙，今天来采购点木板。我选的这种实木茶阶板，好看还实用，不然小猫天天爬上爬下的，普通板子可能承受不住。在市场挑好以后，直接送到厂子里加工好，按尺寸裁切成24乘35厘米的大小。本来还想做个小猫形状的板子呢，尝试过后放弃了。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。工厂裁好的板子没有封边，还需要自己抚摸一下，再把底座粘上。安装之前得先把2楼卫生打扫一下，在小屋经历了受到了一定的损伤，修补过后2楼就产生了很多垃圾，不过也有一些我平时扔的垃圾。收拾干净以后，就可以安装我的猫墙了。木板上先打上眼，一会儿用膨胀螺丝钉到墙上，肯定稳的。每个板子之间间隔30公分，方便猫咪爬上爬下。我之前买的原氏木语的沙发和椅子也到了，这可得跟你们好好唠唠。它本来是包安装的，不过我想自己体验一把，就给师傅拒绝了。组装起来还是很简单的，而且材质比猫墙好多了。底座是松木，腿是橡木，侧面是藤编的，清爽透气。重点是天然的猫抓板有了。2楼的地方不算大，选它就很合适，占地不到2平米，却能坐3个人，坐这盘腿唠嗑也没有毛病。体验嘎嘎棒，还有这个设计师款的沙发椅，坐垫贼舒服，用的也是橡木，到位设计，优雅经典，皮质表面，质感尽显，还耐脏，而且它俩搭配一起就俩字儿，高级。要说这家里还真得有点贵家具，这沙发椅子一加入，这质感蹭一下就上来了。今天在建材市场看到一大哥家里有一堆奇形怪状的木头，我一眼就挑中了这根，准备拿它做个落地灯，放在2楼客厅正好。整根也有点长，让大哥给我裁下来一段。这多出来的木疙瘩目前还没有想好盖啥，做个水杯、烟灰缸，你们有啥想法不？把材料抱回家，准备给它来个全套皮肤护理。先给表面打湿，再用角磨机给它去除角质。这木头放时间长了，表面会有一些顽固污渍和腐烂，把树皮打磨掉之后，才能更好的保护它。整了一半，小胖还跑过来监工，看得出来他也是挺喜欢这块木头。不过这可不是你的猫滑架，下半部分弄好了，就开始弄上边。上边的木疙瘩比较多，打磨起来就费时很多。这一块整了半个多小时，而且还得搭配上改锥一块弄，把腐烂的地方彻底根除。然后把我从后院捡来的木头底座也清理清理，这上面土是真多呀，给它弄干净了，给我屋里地面全弄脏了。清洁过后，再带它们出来做个 SPA。先给灯架刷上一层亮油，能让它表面更光滑，而且防潮。然后给底座刷一层漆，能更有质感。等干了以后再刷一层，搞定。接下来就是研究怎么给它俩组装上。刚开始我是准备把灯架靠在底座上，后来想了想还是不稳妥，小猫跳来跳去容易砸到，我也尝试了用长钉子固定住，行不通。
在咨询了我老爹的意见之后，我来到市场搞了这个东西，有了它就能在底座钻上一个圆形的坑了，边钻边抠，终于是有了个凹槽。接下来还需要把灯架的底部也钻出一个同样尺寸的圆，把多余的木头砍掉，它俩终于合体成功了。为了保证结实，我还特地加了一层胶来固定。给灯架挂上灵魂小灯，来看看效果吧。都拿出茅台了，新把准备好的 NFC 芯片粘贴在唱片的背面。哦。接下来，按照我事先计算好的1公分的间距开始排版、粘贴。事实证明，我当时没选上语文课代表，与我这几何能力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这样一个完美的点歌台就搞定。再来就有我的老战友和我并肩作战，来完成纳米雕的粘贴和切割动作。是你还这么费劲？从此这面墙不再空白，多了音乐的陪伴，他们也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音乐墙。我刚搬来这小别墅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这块大石头板子，一直想拿它做个大茶几。今天阳光明，先给它刷洗干净。这石头在这儿放了得好几年了，一身的石。这刷下来的美式咖啡就送给评论区的1楼朋友吧。一遍刷完，露出了它本来的石青色，但是缝里还有好多泥。开始第2轮洗刷。洗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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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都刷没了，这刷子算是有道。新刷子安排上。把侧面的泥也刷干净。加油！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，微笑着面对它。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它，坚持。跟刷完第2遍的效果。加油！说不定就搬起来了。你真聪明。这个很严。这边鸟料就留给评论区的2楼朋友了。接下来就该给它找个底座了。我去之前的大哥那儿又买了块木头，切成了一堆小块，底座就用它们来做。一番尝试过后，我准备用层层错落的形式把它们堆起来，先扫扫干净。这木头渣子真不沉，堆好就是这样子了。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一步，给这大石头搬上去。虽然看着不沉，但这石头少说得有几百斤，我请了4个力工师傅，才能勉勉强强将它拿下。到了大门这儿，4个人进不去了。师傅们用娴熟的捆绑手法，3下5除2就给大石头绑得结结实实。1、2、3。不得不说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到了楼梯这儿，又是个大老难。一番激烈讨论过后，这背呀，师傅们决定背上。这师傅得快60了，干起重活来丝毫不吃力。虽然每一步都走了10分艰难，但还是坚持下来。就俩字儿，幸福。就是这石头放上去之后，怎么看都不太稳当。把他之前的好伙伴也整了过来，真沉，不过勉强还担得住。疯狂折腾模式又开始了。完美。 3块小石头排排整齐，这石头茶几就算完成了。
唱的是啥？再把我珍藏的茶具摆上，来看看效果吧。好长街看风流，山川不念旧，不是为狂野无。你整个大老伙计又来了。哦呦，这个东西贼得很。这个才叫静呢。咱就是说，他俩放一块一比，这不是爷爷，这不是孙子。早知道烂玻璃炕里，就是感觉有点素，和我的那个能带动多少呢？就是往玻璃上，往镜子上，就再用一遍。对，再上那个，再弄点铁离子，有点大，拍一半再用。哎呦！先把灯带粘上，给它来点光亮，再贴上一层纳米胶，一会儿上面有小设计。重点来了啊！拿出铁离子，随便一团，就有了玫瑰花的形状。妈，这咋和我在网上看的都不一样呢？再试试，再试试。难道是这样？哎，有那味儿了，成了。听看看效果怎么样？这小玫瑰是不是十分传神？虽然现在不好看，但是只需要重复这一步骤，再重复，直到把它贴满整整一圈。第一步就完成了，接下来把灯带的电路接上。菜刀在手，装修不成。卧室里来看看效果吧，还可以吧？你们觉得呢？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。不过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。出发切割厂先给板子裁一下，外围的板子是500×500，里面的板子是440×440的。今天偷个懒儿就不自己裁了，这大机器速度真快。裁好以后，让师傅用钉枪直接固定住，整体就是一个稳、准、狠，而且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痕迹。然后再去老地方搞点灯带，带着这一堆宝贝回到家里，制作正式开始。先把灯带固定到灯管上，一共4根，然后开始走线。我去，怎么变成动鼻光了？放一片单面镜进去，再把线从内框顺出来，这就看不到线了吧？接下来就是深渊茶几的精髓——双面镜，这面看的是玻璃，这面看的是镜子。放上去以后，就有了这种无限反射的效果。就是放到这儿，好像有点丑。再给它加工。我准备拿火燎它一下，露出里面的木色，应该能好看一点。但是这要是失败了，我的茶几就整个糊了。表皮铲掉看看。我好像弄不了。不管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开烧。把烧起来的木皮都铲掉，给1楼的铁子尝尝脆不脆。这木色好像还可以啊，就是缺点点缀。从我茶馆的老厨那儿搞了张剩下的贴纸，再拿点之前装修剩下的石膏和匀，给这个字覆盖住，把周围再烤出来点花色。最后把石膏和贴纸都撕掉，怎么样？这火烤的字是不是有点意思？最后给它刷一层亮漆保护一下，看看最终的效果吧。别的不说，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5行混搭风。双月落庭前，照谁一夜无眠。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。